无言鬼点点头，蓝忘机见魏无羡久久不开口，疑惑地看了他一眼。魏无羡这才迅速回魂，一边骂自己就顾着吃惊，把正事都忘了，一边正色道：“我们要问的是发生在3月前的一件事。3个月前，有个人间的毛头小子闯进了鬼市，那小子的妹妹跟我家鬼君有点关系，所以来鬼市打听一下。”无言鬼听完，先是意味不明地对着蓝忘机笑了一声，才慢吞吞道：“3月前确实有个人类闯进鬼市，这人带了一堆人间的银子，想在鬼市买一样东西。来鬼市那些垃圾石头怎么可能买得到东西，所以他就被铺主扣下当苦力了。他要买的大抵就是阿月提到过的生辰礼了。”魏无羡边听边点头，最后问道：“他想买什么？”无言鬼道：“一件红色的襦裙。”红襦裙。魏无羡与蓝忘机交换了眼神，道：“是在哪家铺买的？”无言鬼摇摇头，掏出那块脏兮兮的手帕，继续在眼角擦拭几下，道：“这就不是你给的那点东西能问的了。”魏无羡冷笑一声，正要发难，蓝忘机却按住他的肩膀，对他摇摇头。魏无羡立刻明白，蓝忘机这是想到了什么，叫他不用再和这缺眼的鬼纠结了。他站起身，理了理衣角，道：“行，我家鬼君发话了，不跟你浪费时间了。”说完，他拽拽蓝忘机的衣袖，示意他出门去。一放下幕帘，魏无羡立刻开口：“蓝湛，你想到什么了？”蓝忘机道：“红色的襦裙，我们见过的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见过？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记啊？”说到一半，他突然想起来，确实是见过的。就在不久前，他们刚走进鬼市的时候，那个光头铺主叫卖的，可不就是红色的襦裙、赤纱衣？鬼市这么大，不排除有相似商品的可能，但这多少是个方向。况且那铺子就在入口处，铺主本人又长了一张颇为齐全的脸，实在让人忍不住怀疑。魏无羡当机立断道：“走。”两人沿着原路返回，正看到那光头铺主手里抓着一根针，小心翼翼地揪着一样东西往针眼里去。魏无羡走回铺前，轻轻敲了2下他铺前的铃铛。光头铺主抬头看了一眼，吓得双手一颤，手里的针都跟着掉了下去。他慌忙趴到地上去找针，另一只手按在铺上。魏无羡这才发现，他手里抓着黑色的线，是他的头发。这人倒是一刻也等不起。魏无羡觉得好笑：“大人，您怎么回来啦？”光头铺主搓着手，小心翼翼地陪笑。3月前还有一个人类误闯鬼市，你知不知道？魏无羡边问边挑起赤纱衣的一角，好奇地看了几眼。那铺主拿起针，一边继续哆哆嗦嗦地做事，边道：“好像是有这么个小子，展开讲讲。”魏无羡把赤纱衣拿起来，递给了蓝忘机。那个人就是个普通人，跟您2位没法比的。他拿着几块银子想买我的赤纱衣，可您也知道，我这衣服不是钱能买得到的。那孩子也是倔，一定要买我的衣服。我能怎么办？只好跟他说，我可以把衣服卖给他，但他要帮我干活抵债。这话说的真真假假，有几处可信尚且不知。魏无羡心下有数，继续问道：“你把衣服给他了吗？”铺主道：“本店经营童叟无欺，但也讲究个一手钱一手货吧。所以我跟他说，他得先帮我打完工，然后才能拿走衣服。可他不愿意啊，说什么时间过了就不行了，非要先拿走衣服。”光头铺主穿好了线，心虚般的掏出几块布缝缝补补，道：“这不是有违我们的经商原则吗？可他不依不饶的，我就只好换个方式，跟他签了一纸合约。讲好了拿走衣服后，他要给我打3月的工。”蓝忘机看过赤纱衣，把它重新放回铺上。魏无羡时指点着那件红色的襦裙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件衣服为什么还在这里？”铺主手下的动作飞快，一个小荷包很快就要成型了。闻言抬头意味不明的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嘛，要进这百鬼夜市不容易，要出去又谈何容易？”魏无羡这下彻底明白了，阿月的兄长误打误撞地闯进了鬼市，一眼相中了铺上的赤纱衣。一番拉扯后，他提笔签下了合约，而鬼市的合约从来不只是一张纸那么简单。他自己出不去，这纸合约又束缚着他一定要为光头铺主干苦力，
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待在鬼气如此之重的地方，阳气耗尽之时，人自然也就故去了。但仍有几处疑点是解释不通的。魏无羡道：他为什么非要买你的赤纱衣？一件衣服而已，哪来的这么大的执念，押上自己的自由也要得到它？大人您之前也听我说过了，我这件衣服能转运的。他把魏无羡的头发缝进荷包里，用一口獠牙咬断了最后一寸。穷苦之人能变得富裕，总走霉运也可洗清厄运，您记得吧？他就是看上了这个才来的。那又是谁告诉他你的衣服的？魏无羡问道。那铺主一僵，似是不懂他在问什么一般，歪了歪头。